吁！没想到是你亲自来，这还没出48寨的地界，敢动手吗？10多年不见了，我与48寨的恩怨太深了。此番甘棠宫下山，我童天阳怎能不亲自来迎？那你要问问我手里这柄刀，答不答应？后会有期，战场上见。先父建此48寨，就是要给天下的落魄人留下这最后一块容身之地。48寨南北不靠，无有无故，无党无盟，县人遗愿不可为。就算是你也一样。明天你出了这个门，是生是死，就和48寨再无关系了。与我有关系。爹说过，只有强者才有选择的权利。阿飞，今天我一定要闯过这前期阵法。山水不朽。只看你何时能够自由来去。
搅碎了。那闯进来的小贼不是也轻轻松松的能过去的吗？他就是轻功快一些。我要是轻功也能快一点的话，那也没有用。你刚才就像一只猴子翻跟头，你把过千机阵当成猴子翻跟头了耍。那过千机阵有没有什么诀窍啊？千机阵千变万化，没有规律可循。这个世上有很多事情都没有窍门，也没有捷径可以走。凡世间万物都有一定的规律，你要找到它，自然也就能破解它。不是用这个地方，用这里，把心静下来，抛掉脑壳里的杂念，闭上眼，用心去感受，你就会体会到方向在哪儿，下一个动作该怎么做，刀往哪个地方放。知道这个方法叫啥子吗？闭眼禅。怎么样啊？事后来报，吴费将军已经被抓了。吴费将军本是江湖中人，与我岳丈有过命之交。若不是地煞出手，以他的身手和武功，谁又能拦得住他？这回恐怕他凶多吉少了。吴费将军，住手！交给我吧。这恐怕不妥吧？你虽然是地煞之首，但这个人是我抓的。你对主簿的安排有意见？没想到地煞都成于文止的走狗了。我们别绕弯子，把你手上的水波纹信物交出来。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这些是你与王林往来的信件，这些信件里提到，有一件水波纹信物，就在吴将军你身上。只要你把它交给我，你也太小看我吴某人了吧？我听说你的家眷已经被周玉堂安排逃回南方去了，但是真的能逃得掉吗？你带上来！夫人，老爷，我再问你一遍，水波纹信物在哪里？孩子们已经安全离开，你放心吧，千万不要告诉他。夫人。姐，我跑不动了，再坚持一下。陈飞大哥，我小弟有点跑不动了，我们能不能先休息一下？小弟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儿。楚楚姑娘，我看不如这样，再走一段，应该就有人来接应我们，再坚持一下吧。好。姐，爹和娘怎么还没来接我们啊？
等到了48寨，他们就来了。吴将军放心，你的小孩儿我会替你照顾。姐，还要多久啊？应该快了，跟着陈飞大哥就好了。地上，给我搜！是。裘天剑，他在找谁？继续搜。大东，吴非的2个孩子逃跑的方向是荆州方向。他所有的信件也是途经荆州，想必也不是什么偶然。东西就在那2个孩子身上。48寨的。那岂不是要跟地煞遇上了？上次劝48寨的，提醒他们一下吧。他们带着一个小孩能跑多快？属下无能。废物！看来他们有48寨的人带着，那我们只要沿着这条路，多派人手进行拦截。我就不信在前面追不上他们。保护楚主姑娘。是你？我远远见到你们，才使48寨朋友有了麻烦。不知可有在下可以效劳之处？什么人？各位大爷，小的一家全都得了褥疮，正赶去荆州求医呢。你看，这什么鬼东西啊？你看，别动！哪里来的逼鬼？赶紧滚！谢谢大哥。谢谢。三庄主，前面就到霍家堡的地界了。霍家堡和48寨的关系不错，如果人到了他们手上，再加上信霍的有意庇护的话，这事就不好办了。暂时都不许给我轻举妄动。是。你派几个人偷偷打探一下，看看苍狼在此有何行动。是。多谢吴小姐的胭脂，否则这褥疮包我自己也做不出来。公子不用客气，还要多谢你帮我们化险为夷呢。不过小把戏骗不了他们多久，你们尽快回48寨，免得夜长梦多。我说你一路跟着我们，到底是何居心？谢某专业行拐多年，
自然是拐走一个甘棠宫不够，接着来拐你们了。哼！来者何人？请问，是霍家堡的弟兄吗？是自己人。他们老堡主与我们老寨主是8拜之交，我们是48寨的。途经荆州，想借贵堡休息1、2天，不知道可否带回通传？原来是48寨的兄弟们，自然是以礼相待。正巧我们老堡主刚举行寿宴不久，还有很多武林人士正在堡中，还请各位英雄们共趣同乐。那太好了，谢公子，一路上有你相助，甚是感激。你看，我们都安全了。既然到了自家地盘，谢某便不多管闲事了。一路平安。你来了，丫头，今天我们要千机全开喽，认真些啊！我说你来，认真些，把你的棍子丢了，换一个顺手的兵器。知道了。哦，你厉害。啰嗦。那天那小贼过千机全开的洗墨江，也是手无寸铁。准备。白能，这是陈飞师兄在外头给姑姑捎来的，不剩几个了。你看，我都给你偷来了。你让我去洗墨江边看看怎么样？我就看一眼。你去崖边看看可以，但是去洗墨江看，还是得大当家手令。那为什么阿肥每天都能去？你们就是欺负人！干嘛？你吓死我了！你要是想见识洗墨江，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扔下去，为难人家做什么？哥，我错了，哎呀，饶命啊！我错了！你叫什么呀？我又没真把你扔下去。那是什么？阿肥？哥，你快过来！小心！
可以哦。哎呦！这桃干不是大当家屋里的吗？他来过呀？前2天来过。太甜了，不好吃。啥意思？啊？哎呀！你啥意思啊？你这是？啊？我觉得呀，这个人呐，在做事情的时候，肯定要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。比方说，你吃这个桃干儿，这个东西你咬了一口，你不吃又放回去了，这很难看哦。这不好吃啊！不好吃，你为啥这样吃嘛？我不吃怎么知道不好吃呢？好，哎呦，没事。我觉得你到我这个地方，不是来练武功的，你是来折磨我的，好吗？现在千机阵你也破了，滚吧！以后我再也不愿意看见你了。滚！你这老头怎么这么小气啊？哎呀，滚！我不跟你玩了！哎，瓜娃子！哎呦，那是让你娘晚上打你一顿，你就老实了。都怪那谢公子，如果他不来，姑父就不会走；姑父不走，阿飞就不会这么伤心。这半年里，天天在那洗磨江里耍那破刀，想见他一面都难。要是他不来，就不会知道这江湖之大，还有这样的人。是时候该出去看看这江湖了。这里就是咱们后堂考教弟子的地方，摘花台。你们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拿到2张以上的窗花，方可出师，才有机会下山。在这2张窗花中啊，有1张必须要从那个高的木桩上夺取，并且要挑战一位在座的掌门，作为守庄人，守在木桩前。剩下的窗花，则可以通过挑战守在矮石桩前的其他长老弟子来获取。多多益善，越多越好。48寨弟子上摘花台。我哥用的是双剑，但是现在怎么变长枪了？是你挑战哪个门派，就要用哪一门派的兵器，啊，除非呢，你去摘木桩上那个窗花，才可以用自己的兵器。功夫不错啊。当年飓风一口气摘了12张纸窗花，看圣儿这心切，是要向他公开一起。这能这么亲手可以啊。你说我哥这样子会不会拿到20张啊？照这架势啊，还真差不多呀。
阿飞啊，你看看胜儿，你能拿几张啊？1张吧。啊，1张？哎呦，侄女啊，要真是1张的话，真如你娘所愿了啊！在寨子里读一辈子书吧。就是阿飞。啊，那就2张呗。柱上的窗花，我想挑战明风楼掌门。多谢寇掌门手下留情。马叔啊，你看看有没有破的？你小子敢这么说呀？那肯定连个小破口都没有啊！李胜摘得窗花15张。我直接拿木桩上的窗花，我要挑战大当家。阿斐这架势怎么有点林峰的感觉啊？不会跟洗墨江有关系吧？阿斐是大当家领进门的，怎么会明风的功夫？阿斐这丫头，她能领会到明风鬼的精髓，嫁接到自己的刀术上，用这一招对付大当家，可谓是天衣无缝啊！阿肥，你爹来信了，说有事情交代你。你今天要是过得了秀山堂，我就给你；你要是过不了，你就留在寨子里读一辈子书。
真正的破血刀，就算你手里只有一张铁片，它也不会断。因为它不是玉石俱焚的功夫。给。阿飞啊，这时间还早着呢，你怎么就下来了？不是2张就行了吗？不是，是2张就行了。可你这寨中弟子每个人一辈子只能上1次摘花台。你的成绩会纳入秀山堂，你这样的成绩，后辈看了只会觉得你武功不行，成为笑柄。 2张就2张呗，这有什么好吹的？名牌的事情就劳烦马兄了。阿飞、胜儿，你们跟我去一下长老堂，王老夫人有事要差遣。娘，我爹信里都说了什么？先听着。都是我老太婆那不争气的孙子。 给大当家的添麻烦了。王老夫人，不要再提麻烦二字。陈飞本就是替我48寨去办事的。你们让他办什么事了？你爹不久前来信说有位贵客将至，要咱们寨中派人去接。陈飞他想出去长长见识，就请缨前往。月前你来信说已经到地方了，可就再没了音讯。 陈飞师兄武艺不错，都能遇到险事，那是不是应该再多给他派几个高手啊？这得是什么贵客啊？接人这等寻常的事情，都能接出这种麻烦来。多嘴。老身这次会亲自出马，下山走这一遭的。阿飞，胜儿。 哎，你们看好了，所谓的贵客，其实是中武将军吴大人的亲眷。吴大人被北贼所害，一子一女2个孤儿颠沛流离，你爹于心不忍，向我求救。我们48寨已经派出了13个人前往接应，可是到现在杳无音讯。现在山下匪盗横行，本就不太好走。 那些人带着2个孩子，拖慢了行程也未可知，想必已经离得不远了。您要是担心，带人迎迎他们便是。唉，此行本不必带着你们2个累赘，是我厚着脸皮求王老夫人带你们下山去长长见识的。到了山下，万事不可自作主张，敢给我惹事，回来小心你们的狗腿。 刚才，你明知道这一刀下去你刀会断，却有恃无恐，因为你知道我不会把你怎么样。这不叫破血刀，这叫小聪明。但是小聪明也是聪明啊，只要能达到目的，就证明管用。刚刚娘在夸我吗？假如真的临到阵前，你知道这一刀下去会断，心里 不免就会动摇。你不用否认，人都怕死，再微小的动摇，那也是动摇。可是不管我心里怎么想，刀确实是会断啊。难不成破血刀是一套教人不自量力的刀法？是无坚不摧。
阿飞，你可知道这世上有多少高手？有很多。对，有很多。山外还有高山，没有人敢自称是天下第一，但是每一个人都是爹娘生的，都是血肉之躯，都是从牙牙学语开始，都是从站起来走路开始。沙砾的如今，就是高山的过去。你的如今就是我们的过去。阿飞，鬼神在六合之外，人世间行走的都是凡人。你为何不敢相信，自己手中的这把刀能无坚不摧？看好了，我只教一遍。破血刀一共9式，是你外翁亲手修订的，乃极烈之刀。于太师叔，站住！不要过来！平常你都叫我糟老头子，今天你叫我于太师叔，你心里头是不是有鬼？我有什么鬼啊？我这好不容易叫你一声太师叔，你还不乐意听啊？非得叫你老头子你才开心是不是？你这个样子就比较正常，我心里就踏实了。坐嘛，来。等一下哈。哎呀，舒服了，舒服了。哎呀，啥子事情？我要下山了。好嘛。你过了秀山堂了？嗯。可以呀。来，给我吹一下，你今天迎的是哪个掌门？大当家。深得很哦！来，喝茶喝茶。哎，你娘是不是让你了？她应该让了我了吧？我娘传了我破血刀。你想当一个啥样子的大英雄？我没想当什么英雄。我觉得呀，一个大英雄，并不是说他一生中打败了多少人，杀了多少人，而是说他在江湖中帮助了多少人，拯救了多少人。这样的人，不像有些人掌握了一点点的本事，称王称霸。但是你放心，
在江湖上，这样的人，终究有一天会输得很惨。当年的民丰楼以贩卖情报为业，我们得罪了太多的人，最后被地煞逼入绝境。透骨青可不是普通的毒药，中了透骨青，很快就会全身僵硬、毒发身亡。你就乖乖等死吧。这就是一群只认钱不认人的探子，别跟他废话了，动手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出现了一个人。他就是拟外翁。在下李征。这里是48寨，你已服下了归阳丹，透骨青之毒已减。只要你终生不离开这些潮湿的环境，便无性命之忧。归阳丹药性猛烈，服用后需内力高强之人推宫引气。李大侠，莫非你为了我？他不顾自己的安危，不计自己的得失，不计前嫌，拯救了明风楼。明风楼若是有意隐退江湖，不如就留在这里。但我们这些人就是一些拿钱办事情的探子。得罪人的事情我们做了很多，若是进入了48寨，可能会辱了你南刀，还有48寨的名声。名声不名声的，别人爱说什么，让他们说个够。我李征才不在乎。这样的人，就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。所以，明风楼愿意为了他，用一生守护48寨，用自己的性命守住这洗墨江，守住天机镇。我南刀李征，正式邀请明风楼加入48寨。我最近发现，你的这个外孙女凶得很，以后有可能超过你哦。这个娃娃不是一般的娃娃。有福气。
了，你们能不能带我去啊？哎，我们出任务呢。带上我吧。你去烦烦我娘。走了。哥，你热茶。张少侠，前方就是霍家堡了。我看为什么突然赶到？稍微休息吧。又在这停留这么久？那好，有劳了。霍家堡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老夫人，这家当铺是我们48寨的暗庄之一，我们平时的往来书信呢，都是通过这里。你们俩先上车，我去打点一下啊。好。你就不想出去逛一逛？之前有人告诉我，山下的百姓食不果腹，看来又被骗了。那是因为这里是春回镇。那又怎么样？春回镇还属于48寨的管辖区内，这里还住着许多48寨的眷属。再往外走走，你就知道，此言不虚了。你这不是第一次下山？你这一天天的老闭着眼干什么？我在练闭眼禅。我只听说过佛家的闭口禅，那就应该是于老他老人家不要脸的抄来的。他把他这套古怪的练功方法叫做闭眼禅。我怎么没有听姑姑提起过？那是因为于老他嫌我资质差，功夫烂，轻功似秤砣，心比腰还粗。除了找死这方面有些成就以外，就只剩下脸能看了。所以千万要保护好，不能破相。每当我被困在江心的时候，他就让我坐在一边闭目冥想，脑子里不断描摹一招一式。久而久之，我也分不清是自己真的在练，还是只是脑子里想想。不过用闭眼禅修来的招式，倒是也不比亲自练的要差。那天姑姑把你留下，是不是传你破血刀了？他给我比划了一遍，想看吗？想看，我可以给你使一遍。我不稀罕。阿飞、生儿，几处暗庄都没有陈飞的消息，想必他还耽搁在敌军地界。我们出发。早就听说，朱雀主穆小乔在离开思想山之后，便落在了洞庭，是祸
霍连堂关这些武林人士做什么？堂堂霍家堡，怎么会与穆小乔这种人扯上关系？将我等不分青红皂白的关押在此处，你们难道就不怕武林众怒吗？乱世之中，不分正邪，只论敌友。拉下去。是。霍老堡主在哪里？大宗主，属下打听到，那霍家堡似乎在山间建立起了一座黑牢，还秘密囚禁了许多武林人士，不知意欲何为。还记得吴飞的那些书信吗？记得，那些书信都是途经霍家堡传过来的。大庄主英明。走，去一趟霍家堡黑牢。给你点吃的，拿着吧。干什么啊？走开！生儿，怎么回事？这里的村民好像不太欢迎我们。那我们不要打扰，今晚就找个无人处过夜，明日一早赶一程就是霍家堡了。好。有人喊我们贼人，去看看。瞎喊什么呢？各位，我们途经此宝地，是不是犯了各位的什么规矩？你们要谅就算了，为什么还要杀我的儿子？杀人？各位，我们没有杀过人，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别跟他们废话，今天我们就是跟你们同归于尽，同归于尽！各位，生儿偿命！你们，各位听我说。诸位乡亲，你们看老身像打家劫舍的贼人吗？我这趟出来也是来看孙子的。哎，给这孩子买身好衣裳，好好葬了吧。你们将我们误认为是贼子，想必那伙人也是武林人打扮。不过，此地离荆州只有1天的路程，这霍家堡就在附近，怎能容许一群武林人做盗贼横行？自霍家堡堡主生病以后，我们就再也没见过霍家堡的人。什么大侠，都是强盗啊！队长，贼人，真正的贼人，他们来了，就在村口。生儿，你去保护好村民，其余的人去查清楚究竟有多少贼子。是。阿飞，你跟我去会会他们的头。好，可是你们若是伤了人，就会给这全村上下带来血光之灾。明白了，各位乡亲们，
大家先躲起来，把刀都收起来！快快快！你们两个去查一下，快快快！大家进去！生儿这孩子，总算是有点样了。一会儿见到贼子，你把钗子递过去。这是您潇湘一派的标记，您是要自报家门？我怀疑他们和霍家堡有关系。如果他们能认出我潇湘门人在此，自会顾虑几分。到时候我们再去霍家堡问个清楚。嗯。原来是个美貌的小娘子啊！哟，怎么会点儿？哟，会点功夫啊？几位壮士，我一个老太婆，不过是带着孩子回乡，实在不是什么富贵人家。这样吧，我这儿还有件金器，这位壮士拿去当个酒钱也好。诸位就行行好，放过我们吧。啊，丫头，去。拿给人家。哇，老夫人，您真是通情达理呀！不如您将这马车一并舍给我们吧？啊？哼，老身奔波千里，就为了见上孙儿一面，这车马。罢了，老身走着回乡。阿飞，去把车马赶来。去。哎，何必勉强呢？老夫人，不如您将这小娘子一并舍了给我们，哥几个过几天赶辆马车，风风光光的送您回乡，如何呀？啊！是啊。丫头啊，婆婆经常跟你说，闯荡江湖。要和气讲道理，还要守人家规矩。可若是遇到不讲道理、不守规矩的人，动手！这是破血刀重出江湖后，其刃下第一道亡魂，也算是死得不远。这20年来，没有在江湖上出现的潇湘使，今天算是又见血了。老夫人，生儿，红月在，你带弟兄们去查一查有没有漏网之鱼。是，跟我来。这些该死的贼人，死有余辜。生儿，你掀开他的裤脚，看看他的腿。老夫人，
他们的腿上都有护具，看来是善用腿功之人。这江湖上只有霍家堡的人练这种腿功，堂堂霍家堡弟子，怎么会沦为强盗？老夫人，我们本来也要借到霍家堡，不如禀报霍老堡主，让他好好管束自己的弟子。不，我们改道去华容。为何？生儿，你是48寨小辈里最出挑的弟子之一。你说说，假如是在48寨，李大当家的会管束不住你们吗？绝无可能。老夫人，您的意思是，霍老堡主并非完全不知情，或许是他纵容弟子。不要妄自揣测。我们此行来荆州，本来是想让霍家堡帮我们寻人，可现在看来，他们自身麻烦也不少。再说，陈飞他们带着吴将军家眷，再怎么低调，也一定会有声势。这样，华容城暗庄一定会有消息。那这一村百姓怎么办？如果这群匪徒当真是霍家堡中人，恐怕此地不宜久留。诸位乡亲，还是速去投奔亲友吧。投奔谁去啊？到哪儿还不都是一样的吗？现在有谁还管我们的死活呀？谁管啊？到了48寨，我娘一定会管。诸匪，别多嘴。说的没错呀。到了48寨地界的话，我娘一定会管。生儿，废患无常，但是湖湘地界，48寨所在的地方，百姓尚还安居乐业。唉，诸位乡亲，如果有愿意去的，便拿去当个盘缠。到了48寨地界，递上这个信物，就说是我王老太婆让你们去的，自会有人安顿。谢谢老夫人，谢谢，谢谢。老夫人，阿飞，今天你做得对。人手中的武器可以杀人，也可以救人。你这次用手里的破血刀救人，做得对。王老夫人，这群匪徒来的突然，不知道陈飞师兄他们会不会有危险。我想先行去打探一番，还有个准备。不着急，你一人去太危险，我们明日再商议。